赵德厚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马卡罗夫，是在1924年秋天。那年中东铁路刚进入中苏共管时期，铁路由两国共同经营，苏方负责管理，中方负责护卫和后勤。哈尔滨的铁路管理局大楼里，一半是俄国职员，一半是中国职员，两边的办公室里挂着不同的画像，走廊里飘着不同的烟草味道。赵德厚对中苏共管没什么概念，他只知道铁路局的订单变多了，管事的换人了。以前管采购的是个老俄国人，爱喝酒，爱压价。换了马卡罗夫之后，价格公道了，结款也准时了。刘大庄说，这苏联人比老毛子强。赵德厚说，再看看那天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一个俄国职员带着一个年轻人来到德厚家具铺。那年轻人穿着深灰色的呢大衣，领子竖着，戴一顶皮帽，看起来不到30岁，但眼睛很老练。他站在铺子门口，没有进来，先四下打量了一圈，才迈步。俄国职员用俄语说了几句，年轻人点了点头，然后开口说中文。他的中文很标准，甚至带着一点北京腔。他说，你就是赵德厚。赵德厚说，是。年轻人说，我是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代表，我叫马卡罗夫，铁路局要订一批办公家具，这是清单。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赵德厚。赵德厚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俄文和中文对照的清单。桌子20张，椅子40把，柜子10个，书架5个。赵德厚说，这个单子不小。马卡罗夫说，3个月能交货吗？赵德厚算了算，说，能。马卡罗夫说，那好。价格呢？赵德厚报了一个数。马卡罗夫听了，没有还价，点了点头，说，可以。赵德厚愣了一下，他做了这么多年生意，头一次遇到不还价的俄国人。马卡罗夫说，什么时候签合同？赵德厚说，随时。马卡罗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说，那就现在。合同签完，马卡罗夫把笔收起来，说，3个月后我来验货。他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赵老板，我听说你的家具做得不错，希望值这个价。赵德厚说，您放心。马卡罗夫走了，赵德厚站在铺子里，看着那张合同看了很久。张玉兰从里屋出来问，他是谁？赵德厚说，铁路局的苏联人。张玉兰说，苏联人和俄国人不一样吗？赵德厚说，不好说，但这个人不一样。张玉兰说，哪不一样？赵德厚说，不还价。张玉兰也愣了一下，说，不还价的俄国人确实少见。那批家具赵德厚做了3个月，他亲自盯着，每一件都做得很仔细。交货那天，马卡罗夫来了，带着2个工人，他一件一件检查。桌子拉开抽屉，看柜子检查榫头，椅子翻过来看底部的榫卯。他检查了整整1个下午。检查完，马卡罗夫点了点头，说，不错。赵德厚说，您满意就好。马卡罗夫说，有一件椅子腿的漆刷的不匀。赵德厚说，哪一件？我看看。马卡罗夫指了其中一把椅子。赵德厚拿起来看了看，果然有一条腿的漆，有一道不明显的痕迹。他放下椅子说，这件我重做，明天给您送过去。马卡罗夫说，不用重做，这件也收下，但下批货注意。赵德厚说，好。马卡罗夫掏钱结清了尾款，然后走了。那天晚上，张玉兰问赵德厚，那个苏联人怎么样？赵德厚说，讲究。张玉兰说，讲究还挑你的毛病。赵德厚说，
挑毛病是讲究，不挑毛病才是麻烦。张玉兰想了想，说：“也是。”从那以后，马卡罗夫成了德厚家具铺的常客，铁路局的家具订单都交给赵德厚做，每个月至少1-2笔小生意。马卡罗夫这个人很奇怪，他从来不喝酒。哈尔滨的俄国人几乎人人都喝酒，白俄难民和伏特加喝得醉醺醺的，苏联人来了也喝，但马卡罗夫从来不碰酒。有一次商务局请客，饭桌上摆着伏特加、高粱酒、啤酒，马卡罗夫面前只放着一杯茶。有人敬酒，他举杯里的茶说：“对不起，我不喝酒。”有人起哄说：“苏联人怎么能不喝酒？”马卡罗夫说：“我喝了酒，脑子就不清楚，脑子不清楚就会做错决定，做错决定就会让国家损失钱。”起哄的人不响了。赵德厚后来跟刘大庄说起这事，刘大庄说：“不喝酒的人不好打交道。”赵德厚说：“难打交道，但不讨厌。”刘大庄说：“这话怎么说？”赵德厚说：“他要不喝酒，你猜不出他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什么时候是假话。但正因为他不喝酒，你说的每一句他都记得。”刘大庄说：“那岂不是更可怕？”赵德厚说：“怕什么？我又不骗他。”还有一次，马卡罗夫跟赵德厚一起路过道里区的酒吧门口，里面传来白俄难民唱歌的声音。马卡罗夫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说：“这些人。”赵德厚说：“这些人怎么了？”马卡罗夫说：“这些人永远活在昨天。”赵德厚说：“活在昨天有什么不好？”马卡罗夫说：“活在过去的人不会往前走，而不会往前走的人，迟早会被历史淘汰。”赵德厚说：“那你能保证你一直往前走吗？”马卡罗夫说：“我保证不了，但我必须往前走。”赵德厚说：“你就不累吗？”马卡罗夫没有说话。他们站在酒吧门口又听了一会儿，然后马卡罗夫转身走了。1925年春天，马卡罗夫又来了。这一次他不是来订家具的，他坐在赵德厚的铺子里喝了一杯茶，然后说：“赵老板，我有个事想问你。”赵德厚说：“什么事？”马卡罗夫说：“你是怎么来哈尔滨的？”赵德厚愣了一下，说：“怎么突然问这个？”马卡罗夫说：“我好奇，我看你这铺子开了这么多年，你的手艺是山东的做派，你的口音也是山东的，你是从山东来的吧？”赵德厚说：“是。”马卡罗夫说：“走了多远？”赵德厚说：“走了26天。”马卡罗夫说：“26天。”赵德厚说：“是的，从山东登州走到哈尔滨，走了26天。那时候年轻。”马卡罗夫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赵德厚说：“你呢？”马卡罗夫说：“我从莫斯科来。”赵德厚说：“莫斯科远吗？”马卡罗夫说：“坐火车要9天。”赵德厚说：“9天不算远。”马卡罗夫说：“我说的是从莫斯科到海参崴9天，到哈尔滨还要再走2天。”赵德厚说：“11天，那也不远。”马卡罗夫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那天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聊了一些生意上的事，然后马卡罗夫走了。赵德厚送他到门口，马卡罗夫走到街上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德厚家具铺的招牌，然后转身走了。那天晚上，赵德厚坐在炕上抽烟。张玉兰问他怎么了，赵德厚说：“没什么，就是觉得那个苏联人今天有点不一样。”张玉兰说：“哪不一样？”赵德厚说：“他说他好奇我怎么来的哈尔滨。”张玉兰说：“那你怎么说的？”赵德厚说：“我说走了26天。”张玉兰说：“那他说什么？”赵德厚说：“他什么都没说，就喝茶。”张玉兰说：“那哪不一样了？”
赵德厚说：“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他今天不是在谈生意。”后来赵德厚才知道，马卡罗夫那天问完他之后，回办公室坐了很久。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又划掉了；又写了一行字，又划掉了。最后那张纸被他揉成一团扔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什么。1925年夏天，中东铁路的订单越来越多，马卡罗夫来铺子的次数也越来越勤。有时候是来谈生意，有时候只是路过进来坐一会儿。有一次，他坐在铺子里，看到赵德厚在给一块榆木板曝光。他看了一会儿，说：“赵老板，你干活的时候很专注。”赵德厚说：“我干活一向专注。”马卡罗夫说：“我不是说手艺，我是说你的样子。你干活的时候好像把整个世界都忘了。”赵德厚说：“干活就该这样。”马卡罗夫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见过一个老木匠，也是这样的。他干了一辈子木匠活，70岁了还在干。”赵德厚说：“那你呢？你打算干多久？”马卡罗夫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赵德厚说：“那你现在想想。”马卡罗夫想了想，说：“干到国家不需要我的那一天。”赵德厚说：“那你就不为自己想想。”马卡罗夫说：“为自己想什么？”赵德厚说：“比如娶个媳妇，生个孩子。”马卡罗夫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赵德厚没有再问。1926年冬天，马卡罗夫遇到了一件事，他的一个下属贪污了铁路的物资被查了出来。那下属是个俄国人，跟了他2年。马卡罗夫把那个下属送上了法庭，没有讲情面。判决下来之后，那个下属的妻子来找马卡罗夫求情，说家里还有3个孩子。马卡罗夫说：“法律就是这样。”他跪在地上哭。马卡罗夫没有看他，他背过身去说：“对不起。”那天晚上，有人看见马卡罗夫一个人在铁路管理局的楼顶上站了很久。第二天，他照常上班，照常处理公务，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赵德厚听说了这件事，没有问马卡罗夫，倒是马卡罗夫自己提起了。有一次，他坐在赵德厚的铺子里，忽然说：“赵老板，我前天送了一个人进监狱。”赵德厚说：“我知道。”马卡罗夫说：“他跟着我干了2年。”赵德厚说：“那你难受吗？”马卡罗夫说：“难受。”赵德厚说：“那你为什么还要送？”马卡罗夫说：“因为我是苏联的商务代表，我不能让我的国家蒙受损失。”赵德厚说：“那你自己呢？”马卡罗夫说：“我自己不重要。”赵德厚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还有一件事，让赵德厚对马卡罗夫改观了。1926年秋天，中东铁路沿线闹了一伙土匪，专门劫货运列车。马卡罗夫负责协调护路事宜，他跑到沿线各站去查看情况。有一站被土匪烧了站房，站长是个中国人，受了伤。马卡罗夫亲自把站长送到了哈尔滨的医院，垫付了医药费。有人跟他说：“这站长是中国人，不归你们苏联方面管。”马卡罗夫说：“他是铁路的人，铁路的人归铁路管。”那人说：“铁路是2国的。”马卡罗夫说：“人在铁路上，就是铁路的人。”站长出院之后，提着2只鸡来谢马卡罗夫。马卡罗夫说：“鸡你拿回去，我不吃这个。”站长说：“那你收下钱。”马卡罗夫说：“也不用，你就好好养伤，养好了回站里上班。”站长问：“为什么？”马卡罗夫说：“铁路需要你。”站长后来逢人就说：“那个苏联代表是好人。”赵德厚听到这事没有说什么，但他心里记下了。那天下午，马卡罗夫来铺子，赵德厚给他倒茶的时候多放了一撮茶叶。马卡罗夫说：“
今天茶怎么浓了？赵德厚说：“天冷了，浓一点好。”马卡罗夫喝了一口，没有再问。1927年春天，马卡罗夫接到调令，要回莫斯科了。临走前一天，他来到德厚家具铺，坐在那张常坐的椅子上。赵德厚给他倒了一杯茶。马卡罗夫说：“赵老板，我明天走了。”赵德厚说：“回莫斯科？”马卡罗夫说：“是的。”赵德厚说：“什么时候回来？”马卡罗夫说：“不知道，可能不回来了。”赵德厚没有说话。马卡罗夫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说：“赵老板，这3年谢谢你。”赵德厚说：“谢我什么？我又没帮你什么。”马卡罗夫说：“你帮我做了3年家具。”赵德厚说：“那是生意。”马卡罗夫说：“也是生意，但我跟你说句实话，在这座城市里，这3年，我只在你这里喝过茶。”赵德厚愣了一下，说：“那你平时都喝什么？”马卡罗夫说：“我平时喝水。”赵德厚说：“那你今天为什么喝茶？”马卡罗夫说：“我也不知道，可能觉得该喝一杯。”2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马卡罗夫站起来说：“赵老板，我走了。”赵德厚站起来说：“路上小心。”马卡罗夫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他说：“赵老板，那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赵德厚说：“什么事？”马卡罗夫说：“就是那天你问我怎么来哈尔滨的，我跟你说从莫斯科来。”其实不对。赵德厚说：“那你是从哪来的？”马卡罗夫说：“我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比你走的26天远得多。”赵德厚说：“那你为什么说你从莫斯科来？”马卡罗夫说：“因为那是我的国家。”赵德厚说：“那个很远的地方呢？”马卡罗夫说：“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我的名字了。”他说完这句话，推开门走了。赵德厚站在铺子里，看着他走远。那天晚上，张玉兰问赵德厚：“那个苏联人走了？”赵德厚说：“走了。”张玉兰说：“你好像不太高兴。”赵德厚说：“没有，就是觉得这个人挺不容易的。”张玉兰说：“怎么不容易？”赵德厚说：“他从很远的地方来，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他的名字了。”张玉兰说：“那你呢？”赵德厚说：“我在哈尔滨有铺子，有你，还有孩子们。”张玉兰说：“那你还觉得他不容易？”赵德厚说：“人各有各的不容易。”那天晚上，赵德厚抽了很久的烟。第二天，他照常开门做生意。马卡罗夫走了以后，铁路局的订单换了新的代表来谈。新的代表姓谢尔盖，也喝酒，也会还价。赵德厚跟新的代表打交道，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后来他想明白了，缺的是那杯茶。他再也没有遇到过不喝酒的苏联人。马卡罗夫走后的第2年夏天，赵德厚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莫斯科寄来的，信封上写着赵德厚收。他拆开信，里面只有1张纸，上面用俄文写着1行字和一个签名。赵德厚不认识俄文，他拿着信去了铁路局找翻译。翻译看了信说：“这上面写的是谢谢你这3年。”赵德厚说：“就这些。”翻译说：“就这些，下面还有个名字。”赵德厚说：“名字是什么？”翻译说：“弗拉基米尔·马卡罗夫。”赵德厚把那封信收了起来，夹在账本里。那天晚上，他拿出那封信看了很久。他看不懂上面的字，但他认得那个签名，他在合同上见过很多次。张玉兰问他：“那是谁的信？”赵德厚说：“那个不喝酒的苏联人。”张玉兰说：“他给你写信了。”赵德厚说：“就写了一句谢谢。”张玉兰说：“那你怎么看这么久？”赵德厚说：“我在想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张玉兰说：“
谢你呗。赵德厚说：“3年生意，谢什么？”张玉兰说：“那你说为什么？”赵德厚说：“我觉得他不是谢生意。”张玉兰说：“那是谢什么？”赵德厚说：“谢我问他那些话吧。”张玉兰说：“哪句话？”赵德厚说：“我问他，你就不为自己想想？”张玉兰想了想，说：“就这一句。”赵德厚说：“就这一句。”那封信后来一直夹在赵德厚的账本里。后来又过了几年，账本换了一本新的，信也跟着挪了过去。再后来，赵德厚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楚字了，他还是把那封信留着。他有时候会摸着那封信想，那个不喝酒的苏联人现在在莫斯科干什么？他是不是还喝白开水？他是不是还是那句我自己不重要？他是不是还记得在哈尔滨的这3年？赵德厚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那个苏联人在哈尔滨的3年里，只在他这里喝过茶，这一杯茶的交情比什么合同都重。其实马卡罗夫在哈尔滨的3年里，还做过一些赵德厚不知道的事。1925年冬天，铁路局发不出工资，工人闹事，马卡罗夫垫了自己的工资，发了2个月的薪水。工人不知道钱是他垫的，只知道工资发了。1926年春天，铁路沿线一个车站的锅炉爆炸，炸死了3个中国工人。马卡罗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善后，他给每个死者的家属争取了抚恤金，又额外从自己的经费里补贴了一些。有人问过他，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好？马卡罗夫说：“我不是对中国人好，我是对铁路的人好。”那人说：“中国人不算铁路的人吗？”马卡罗夫说：“怎么不算？他们在铁路上干活，就是铁路的人。”这些事情赵德厚都不知道，他只知道马卡罗夫来他铺子里喝茶的时候，从来不提这些事。马卡罗夫在哈尔滨没有朋友，他的同事说他不好接近，他的上级说他工作认真，他的下级怕他。他在铁路管理局的办公室里独来独往，午饭经常是一个面包一杯水。有一次，赵德厚去铁路局送家具，看到马卡罗夫坐在办公室里吃午饭，面前真的只有一个黑面包和一杯白开水。赵德厚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后来赵德厚有一次忍不住问他：“你中午就吃这个？”马卡罗夫说：“怎么了？”赵德厚说：“你这么年轻，吃这个哪行？”马卡罗夫说：“够了，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赵德厚说：“你跟我回去吃吧，我媳妇做菜多。”马卡罗夫说：“不用。”赵德厚说：“为什么不用？”马卡罗夫说：“我不想麻烦人。”赵德厚说：“一顿饭算什么麻烦？”马卡罗夫没有说话，赵德厚也没有再坚持。他回去之后跟张玉兰说起这事。张玉兰说：“那个苏联人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赵德厚说：“谁知道呢？”张玉兰说：“要不你以后给他带饭？”赵德厚说：“他不让。”张玉兰说：“你偷偷带。”赵德厚想了想，说：“行。”第二天，赵德厚真的给马卡罗夫带了一碗张玉兰做的炖菜和一盒米饭，他放在马卡罗夫桌上说：“这是你嫂子的手艺，你不吃我就倒了。”马卡罗夫看了看那碗菜，又看了看赵德厚，没有说话。他吃了一口。赵德厚说：“怎么样？”马卡罗夫说：“好吃。”赵德厚说：“那以后我给你带。”马卡罗夫说：“不用天天带。”赵德厚说：“隔三差五。”马卡罗夫没有再拒绝。从那以后，赵德厚隔三差五给马卡罗夫带饭，有时候是炖菜，有时候是饺子，有时候是2张烙饼。马卡罗夫每次都吃完，然后把碗洗干净还回来。有一次，张玉兰问赵德厚：“那个苏联人怎么不还你碗？”赵德厚说：“
他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张玉兰说：“那他还挺讲究。”赵德厚说：“是。”有一次，赵德厚给马卡罗夫带了几个韭菜盒子，马卡罗夫吃了一口说：“这是什么？”赵德厚说：“韭菜盒子。”马卡罗夫说：“这个比黑列巴好吃。”赵德厚说：“那当然。”马卡罗夫说：“你明天还能带吗？”赵德厚说：“行。”那段时间，马卡罗夫的脸比刚来的时候圆了一点。他的同事都发现了，说马代表最近气色好了。马卡罗夫没有解释，只有赵德厚知道。他吃了半年的中国饭。1926年冬天，哈尔滨的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苏联国内正在清理旧贵族和反革命分子。一些白俄难民看到新闻很紧张，说那边在清算人。马卡罗夫看到新闻的时候，正在赵德厚的铺子里喝茶。他放下报纸，没有说话。赵德厚说：“你们那边没事吧？”马卡罗夫说：“什么事？”赵德厚说：“报纸上说的那些。”马卡罗夫说：“那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革命者。”赵德厚说：“你是革命者？”马卡罗夫说：“我是。”赵德厚说：“那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到哈尔滨来？”马卡罗夫说：“工作需要。”赵德厚说：“一个人？”马卡罗夫说：“一个人。”赵德厚说：“家里人呢？”马卡罗夫沉默了一会儿，说：“家里没有人。”赵德厚没有再问。那天马卡罗夫走的时候，赵德厚送他到门口。马卡罗夫走了几步，忽然站住了。他没有回头，说：“赵老板，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赵德厚想了想，说：“你是一个认真的人。”马卡罗夫说：“认真的人多的是。”赵德厚说：“那再加一个，你是一个没有家的人。”马卡罗夫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了。那天晚上，赵德厚跟张玉兰说：“那个苏联人是个没有家的人。”张玉兰说：“你怎么知道？”赵德厚说：“他自己说的。”张玉兰说：“他说了。”赵德厚说：“他说家里没有人。”张玉兰说：“那可能真的没有人。”赵德厚说：“一个人要是连家都没有，那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张玉兰说：“你不是说他是革命者吗？革命者的家就是国家。”赵德厚说：“国家不是家。”张玉兰说：“你觉得他可怜？”赵德厚说：“也不是可怜，就是觉得人活着总得有个惦记的东西。”张玉兰说：“你惦记什么？”赵德厚说：“我惦记你们。”张玉兰没有再说话，他低头继续拿鞋底。其实赵德厚猜对了一半，马卡罗夫确实没有家，但他不是从来没有过。马卡罗夫小时候有家，他父亲是沙俄时代的一个铁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他是在铁路边长大的孩子。他父亲修了一辈子铁路，从莫斯科修到乌拉尔，从乌拉尔修到西伯利亚。1917年革命爆发的时候，马卡罗夫14岁。他记得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父亲被关了起来，母亲带着他和姐姐东躲西藏。后来父亲被放出来了，但已经病得不成样子，过了2年就死了。姐姐嫁给了一个红军军官，跟着去了前线，后来再也没有消息。母亲在马卡罗夫去莫斯科上学那年冬天病死了。马卡罗夫毕业之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他发誓要做一个和父亲完全不一样的人。父亲一辈子为沙皇修铁路，他要用铁路为国家服务。他改了自己的姓，他原来不叫马卡罗夫，他原来姓什么？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从来不提。他说过，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我的名字了，那个地方是他的童年，是他的父亲，是他的姐姐，是他曾经叫过的那个名字，那些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在哈尔滨只喝白开水不喝酒，因为酒会让他想起那些他不想想起的事。他后来在赵德厚的铺子里喝茶，是因为赵德厚从来不问他过去的事，赵德厚只问他吃了吗？赵德厚只问他你就不为自己想想？这2句话比什么都暖。1927年春天，马卡罗夫接到调令要回莫斯科之前，他最后一次来到德厚家具铺。他带来了一样东西，一块怀表，银壳的旧怀表。他把怀表放在赵德厚面前说：“这个给你。”赵德厚说：“这我不能要。”马卡罗夫说：“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他修了一辈子铁路，这块表是铁路局奖给他的。”赵德厚说：“那你留着。”马卡罗夫说：“我没有儿子，留着给谁？”赵德厚说：“你可以留着。”马卡罗夫说：“你收下吧，就当是我喝了3年茶的钱。”赵德厚看着那块怀表，他想了想，收下了。马卡罗夫说：“那封信如果你收到的话。”赵德厚说：“什么信？”马卡罗夫说：“没什么，可能到不了。”后来赵德厚才知道，马卡罗夫走之前给他寄了一封信，那封信在路上走了很久，最后终于到了。信上只有1行字：“谢谢你这3年。”和那块怀表。赵德厚把那块怀表放在柜台上收着，没有戴。有一次张玉兰问他：“你怎么不戴那块表？”赵德厚说：“我怕弄坏了。”张玉兰说：“一块表有什么怕弄坏的？”赵德厚说：“这不是一块表，这是一个人。”张玉兰没有再问。那块怀表后来一直在赵德厚的柜子里放着，每年冬天他都会拿出来上一次发条，听听声音。他听不懂那块表在说什么，但他觉得那块表的声音里有一个人的一生，那个不喝酒的苏联人，那个说我自己不重要的人，那个在哈尔滨喝了3年茶的人。那块表一直走着，像那个人一样，一直在往前。